第一次去男友家，他妈妈就让我给全家做饭、洗碗，美其名曰看我贤不贤惠。他家想吃绝户，不给彩礼，还贪我嫁妆。认清这家人的真面目后，我连夜打车跑了。什么东西？饭桌上，我有些不知道怎么下筷。桌上摆着4道菜：咸菜汤、泡菜、半条碎成渣的红烧鱼，可以和豆腐渣媲美的焖豆腐，这些一看就是剩菜。快吃啊！怎么不合胃口？何鹏飞妈妈招呼我，我礼貌地笑了笑，舀了些汤泡到饭里。实在是只有这一道菜看起来稍微新鲜一点，其他3道我看着有些反胃。陈露露，你别嫌弃啊，本来今天是想让你做饭的，结果你和鹏飞堵车堵到现在才到家，咱们也就将就吃了。菜阿姨都买回来了，今天晚上就看你的了。只有贤惠的女人才能抓住男人的心。第一次上门就让我做饭，我一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话。何鹏飞是知道我会做的，他也给他家人说过。这时候要是说不会，就显得太刻意了。我勉强吃了2口，就借口说饱了下桌。等他们3人都吃完了之后，他妈妈又让我去洗碗。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坐在沙发上没动。见指挥不动我，他妈妈拉着脸开始训何鹏飞：鹏飞，你要记得，咱们家要娶就娶勤快的媳妇，那些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城里女孩，我可不准她进门，不进就不进，谁稀罕？等他爸妈都出门之后，我拿着包想走，看着桌上那几大包礼品，真是白瞎了我的钱。你至于吗？不就是让你洗个碗？再说，最后不还是我妈洗的吗？她做饭本来就辛苦，你帮下忙怎么了？她不也没去帮忙吗？吃了饭2手一甩就坐到沙发上休息。孝心外包算是被他玩明白了，随你怎么说吧，我不同后了，还想让我做饭，想得美！见我来真的，何鹏飞软下态度道歉：行行行，我错了，行吗？大不了今晚我和你一起做，我妈都通知亲戚了，说晚上要来看看你。你要是现在走了，我家的面子往哪儿搁？看他态度诚恳，我勉强打消了要走的想法。我和何鹏飞是大学同学，现在又在一个公司上班，毕竟这么多年感情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也不想闹得太难看。他爸妈回来的时候，身后跟了一大帮3亲6戚，跟看猴似的对我评头论足。他们在客厅嘀嘀咕咕，一字不漏地传进了厨房。他不太高啊，会不会影响后代？我1.65米，虽然不是很高，但不至于影响后代吧。何鹏飞确实长得帅，也高，若单论外貌，他算是好看的。但生活中可不仅仅是只有外貌就行了，听说还是个单亲家庭，父母很早就离婚了。单亲家庭碍着你了，鹏飞，你出来一下。他妈在外面喊。何鹏飞出去了，就再也没进来。他妈心疼的拉着他的手擦了擦，你这双手是干大事的，厨房的事就交给女人做就行了。我气得在菜里抖了半包盐。我的家教让我做不出当场甩脸子走人的行为，那就只能让他们吃顿酸爽的晚饭了。果然，才吃第1口，这些人就皱着眉头开始数落我，什么这道菜咸了，那道菜辣了，说我不会持家。陈露露，你以后可还得好好练练，要是一直做成这个样子，以后鹏飞还不得天天吃外卖啊？他妈说，怎么，何鹏飞是手断了还是痴呆了，不会自己做饭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他妈今天就是存心在一众亲戚面前给我下马威。从何鹏飞家回来，我3天没和他说话，他知道我心里憋着气，每天下班想着法地带我吃好吃的，送我礼物。看在他诚心道歉的份上，我暂时原谅了他。我妈就是嘴碎，
你别介意，以后结婚了是咱俩过，不听他的就行了。我也觉得，只要不住在一起，矛盾应该会少很多。但是我没想到，这么快我就被打脸了。他爸妈要来城里看病，何鹏飞现在和我住在一起，他舍不得酒店钱，就说让他爸妈住我家，反正还空了一间房，就2天，你就通融一下吧。再说酒店钱多贵啊，还不如把这钱省下来给你买口红包包。之前说看了病就回去，结果2人住了半个月都没见要走的迹象。原本我和何鹏飞是不用做饭的，晚上在单位吃了直接回家。自从他爸妈来了之后，我下了班还得回家做饭，即使回去的再晚，2人也等着我。何鹏飞知道我最近辛苦，买了瓶香水送我，他妈妈瞧见了，把他悄悄叫到一边，叮嘱他别为我花钱。现在的女孩子就喜欢占人便宜，你以后别给她买这些东西。早上我出门上班，习惯了化个淡妆。陈露露，你这些香水化妆品都不便宜吧？鹏飞挣点钱不容易，你可得省着点儿。以后这些东西就别买了吧。我使劲喷了几泵香水，假笑道：阿姨，这是我自己买的，什么你的他的，都是一家人，钱还分你我。以后结婚生孩子什么的都得花钱，你该节约还是要节约，还不是一家人呢，就开始管起我来了。最近公司在筹备分公司，特别忙，我连着加了1周的班，好不容易忙完了，我只想洗了澡好好休息一下。才刚回到家，他妈妈就叫我去给他熬中药。何鹏飞下班比我早，正躺在沙发上打游戏，他爸也抱着个手机刷擦边视频，2人都有空，他不叫，就等着我回来熬。我没理，直接回了卧室。客厅里突然爆发出哭声，我的手好痛，也没人给我熬药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？他手上的风湿是老毛病，医不好也死不掉，这是存心说给我听呢。何鹏飞猛地把卧室门推开，你就给我妈熬个药怎么了？她是你未来婆婆，孝顺她天经地义，非得让她哭你才高兴。我不仅不熬药，我还想撵他们走呢。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他们不走，我也没办法逼他们。何鹏飞老家有亲戚来城里吃喜酒，说晚上在家借宿1宿，家里没房间了，住不下。我拒绝，就1晚，让他们住客厅就行了。我没同意，当我家是宾馆，谁都能来住。结果他爸妈趁着我上班去了，直接将人请进了屋。晚上回去一看，2个大男人已经在我床上睡死了，他们都睡着了。要不你和鹏飞就在客厅将就1晚吧。他妈说的理直气壮，我气得转身回我妈家。何鹏飞追出来道歉，别生气了，等他们走了，我买新的4件套给你换上。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这些日子他妈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我雷区蹦跶，但在他眼里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，还说是我反应过度，想得太多。我在我妈家住了3天，第4天何鹏飞打电话说他妈妈做了晚饭，让我回家吃饭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坐到饭桌上，我才知道他妈打的什么主意。陈露露，这屋太窄了，来个亲戚什么的都不方便，你以后和鹏飞结婚，还是重新买一套大的好，到时候就写在鹏飞名下，反正结了婚都是一家人，还能用首套房的名额。这个算盘打得好，就差把白条写在脸上了。阿姨，买了这套房我就没钱了。再说，结婚不是男方准备房子吗？我家没钱的，他弟上高中，正是用钱的时候。他家确实没钱，父母2人农村务农，没什么存款，母亲常年药不离身，
何鹏飞1个月的工资都拿回家补贴了，要不是我和何鹏飞这么多年了，我可真看不上他。你妈妈不是有退休工资吗？让他帮帮。我妈不是人，不用花钱的。见我不说话，他又开始念叨：我们家鹏飞这么优秀，好多白富美的女孩子排着队嫁他呢，但他就认定了你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别人家结婚都是陪嫁豪车豪宅，我们不要求这些，但是房子车子不能少，嫁进我们家是你的福气，你可得知道珍惜。自富美是造了什么孽，要被你这样的家庭惦记，果真是亲妈滤镜。我看了眼何鹏飞，他全程一声不吭，没阻止他妈妈说话，所以刚刚那些话到底是他父母的意思，还是他的意思？我将碗筷放下，讽刺问道：阿姨，您这么多条件，想来你家的彩礼不会低于100万吧？100万？你想钱想疯了？他妈惊呼出声。现在高额彩礼是违法的，你怕不是想被抓起来，是吗？那您家能出多少呢？我们这边没有彩礼的习俗，那还好意思要女方陪嫁？真是活的时间久了，什么奇葩都能遇到。之前我一直舍不得这段感情，哪怕他父母做的再过分，我也因为不想分手，没闹得太难看。今天听他妈这样说，我倒是要好好想想，是不是真的要继续和何鹏飞走下去。公司李总找我和何鹏飞谈话，说我俩是分公司一把手的备选人，让我们这段时间好好努力，为了避免麻烦。我和何鹏飞一直是地下恋爱，没想到竟然同时被选中。陈露露，我这么努力的工作，就是为了出人头地。你主动去和李总说，放弃这个机会好吗？只有我有本事了，我才能给你更好的生活。我原本就不是事业心重的人，如果是以前，我会马上答应，但是现在我犹豫了。何鹏飞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妈，让他妈来给我做思想工作。女人最重要的是相夫教子，同候公婆，操持家务，事业就让男人去拼。你把这个机会让给鹏飞，到时候你家少出些陪嫁就是。如果我拒绝，那我和何鹏飞就彻底结束了。说实话，在他爸妈出现之前，他对我还是很好的。自从和他从老家回来，好像一切都变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还在留恋这段感情，他却已经偷偷在外面相亲了。那天我出去跑业务，在奶茶店撞见何鹏飞和一个女生在喝奶茶。他明明给李总请假，说的是他妈身体不舒服，要带他去医院，结果现在竟然出现在这里。他也看到了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。不介绍一下吗？他支支吾吾半天，倒是对面的女孩帮他说了：你好，我是何鹏飞的相亲对象。哦，相亲对象。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开。何鹏飞追了出来，是我妈非逼着我来的，不是我自愿的。我就是为了应付我妈，我喜欢的是你，怎么可能看上他？我一个字也不信。他刚刚和女孩在一起的羞涩紧张，分明就是我俩才谈恋爱的状态。这次只是被我撞见了，那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他不知道相了多少次亲。分手吧，这些天我也累了，都说了是误会，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想要我怎样？给你3天时间，你和你爸妈赶紧搬走。回到公司，李总当众宣布，说我和何鹏飞各自成立一个小组，1月内谁的业绩更高，谁就是分公司的一把手。何鹏飞将我拉到角落质问我，不是让你去和李总说放弃吗？怎么现在又弄出个什么鬼比赛？他到现在都还以为我说的分手是开玩笑的，还在以男朋友的身份来命令我，凭什么？这个机会我也想要，咱们各凭本事。3天后，我回去收房子，
发现他们一家人还没搬走。何鹏飞妈妈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心狠的女人，断送了我儿子的事业，我和你拼了！”她冲过来，神情激动，现在手也不疼了，腿也利索了。我侧身躲开：“阿姨，我劝你想清楚，我家都是有监控的，到时候我就算不小心失手伤了你，也只能算是自卫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破烂货，休想进我家的门！不好意思哦，阿姨，你家的门我不稀罕。还有，你儿子真没你想的那么好，估计以后难得找到冤大头了。”何鹏飞拦住他妈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你这么成这样了，一点尊敬长辈的道德都没有。”我有道德，但他不配。我扫视了屋里一圈，弄得乱七八糟。天黑之前，如果你们还没走，就别怪我把你们的东西丢出去。你让我现在突然去哪里找房子，那是你的事。何鹏飞当然不想搬，在我这里，他能剩下房租，每个月的花销由我平摊。现在搬出去，以他的工资，怕是要捉襟见肘。他想继续和我说些什么，我往沙发上一坐，表示生人勿近，只冷冷地看着他们。3小时一晃而过，他们没有任何动静，大概是平时太好说话了，让他们产生了我不会把事做绝的错觉。3小时到了，我打电话叫我表哥带人过来，几个1米8几的壮汉进来，把他们一家3口的东西叮叮当当扔出门去。陈露露，你欺人太甚！何鹏飞气急败坏：“我给了你时间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”将一家瘟神送走，我又请了保洁，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，连夜换了门锁，这才觉得稍微舒心了些。何鹏飞毕竟还和我一个公司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他还没死心。每天早上我的工位上都会有他放的早餐，我懒得看，直接扔进垃圾桶。他自己也清楚，相亲市场上根本不会有女生看上他，除了外表一无是处。今天事情多，我下班晚了些，走的时候只剩我一个人了。他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，递了支口红给我：“这是你之前一直想买没买到的，算是给你赔罪了。之前的事我们都有不对，那就谁都别再计较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”这支口红之前我就想让他送我，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，现在买来我不稀罕了。第一次让你家欺负到头上，算我有眼无珠。要是再和你在一起，那我就是脑子有病。我绕过他往外走，他拉住我：“你知道我现在住的什么地方吗？那里租金又贵，环境还不好。这些钱拿来咱们一起去看电影旅游不好吗？你原谅我，让我搬回去吧。”看吧，他其实并没有觉得自己错，只是因为离开我，没有了舒适的生活环境，才低声下气的和我道歉。他永远将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，不可能。他恼羞成怒：“这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，你要是还这么不懂事，以后就是跪在地上求我，我都不会再看你一眼。神经病！”我谢谢他不再在我面前来恶心我。何鹏飞怎么想的我不在乎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1个月之内业绩超过他，拿下分公司一把手的位置。我最近在跟一个大单，荣鼎集团在修新工厂，连带着10几栋员工宿舍，建宿舍就会需要1台空调。要是我把这单签下来了，何鹏飞就是跑断腿也别想赢过我。我从熟人那里打探到消息，今天他们的总裁傅盛要去视察工地，我一大早就去蹲点儿，争取能和他说上话。之前我去过他们公司几次，但因为没有预约，根本没办法上楼。希望今天运气能好点。中午我也没敢离开，在旁边的小推车买了份盒饭，就着矿泉水吃。才刚吃到一半，
就见一大群人从车上下来，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傅盛。我赶紧丢开饭盒跑过去。傅盛这种级别的大佬，身边随时都有保安跟着，刚刚靠近就被人拦下了。傅总，我是新源公司的陈露露，想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产品，请您给我一点时间可以吗？我知道这很唐突，但是我也没其他办法。傅盛鸟都没鸟我，直接从我面前绕过。没关系，大佬吗？要是能那么容易说上话就奇怪了。我继续在门口等着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有一次机会。下午的太阳毒辣得很，身上的衣服已经湿透了。在傅盛出来的时候，我没注意，不小心把头发上的汗甩到了他手上。完了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用纸给您擦擦。我摸出包里的纸巾递给他，看得出来他并不想要，但是在场的都是男人，谁的身上都没纸，他只能接过去。擦完汗，他厌恶地将纸巾丢在地上，扬长而去。我将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，想着晚上再去碰碰运气。刚刚我听见他的助理说，今晚在兰溪会所有约。兰溪会所是有名的高端会所，我在门口被拦了一次，说我衣衫不整，不准进去，又只有到旁边的商场买了条连衣裙，去卖化妆品的地方化了个淡妆，这才顺利进去。我一层楼一层楼地毯式的找，终于在顶楼的一间包厢外看见了傅盛的2个保镖，就是这里了。我躲在转角处等待机会，原本是想着等他结束会面出来的时候我去找他，结果半路中间他还出来了一趟，他是往卫生间方向去的，我快步跟了上去。傅总您好，可以打扰您一会儿吗？傅盛盯着我看了2秒，才认出我就是下午那个人。看来高端会所也不过如此，什么人都能进来。呵呵，傅总您真会说笑，已经到男厕所了，你确定还要跟着吗？不跟不跟，您请。傅盛没搭理我，我也不灰心，跑业务哪有不吃闭门美的，以前更难听的话我都听过，相比来说傅盛还算温和的。我把他送回包厢后，就一边刷手机看看有没有新的客源，一边等着下一次机会。5分钟后才进去没多久的傅盛却主动站到了我面前，帮个忙。好啊，能帮傅盛的忙，这就是天上掉馅饼。跟着他进了包厢，里面只有一位美丽妖娆的女人。傅盛伸手搭在我肩上，将我揽进怀里。这就是我女朋友，我说了，这次相亲只是我奶奶一厢情愿，要是我早知道就不会来了。据资料显示，傅盛今年30岁，在他22岁那年，父母遭遇车祸不幸身亡，家里就只剩他和他奶奶。他接过公司，在短短几年时间将公司扩大了近10倍，手段可见一斑。没想到这样的霸总也逃不过相亲的命运，就他也敢和我比，他哪里比我好？爱情这种东西，只看感觉，不做比较。女人疼得站起身，仿佛受到了莫大的羞辱。渣男，有女朋友了还来相亲，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端起面前的红酒泼向傅盛，我眼疾手快的用手里的文件夹替他挡了一下，但我俩的衣服上还是免不了被溅到一些。女人走后，傅盛打电话让助理送衣服过来。抱歉，我没想到刘林会这么激动，让你跟着遭殃了。没事，举手之劳。立，我用桌上的纸巾将文件上的红酒擦干。你要给我推销什么产品？空调，我们公司是做空调的，但是现在文件都弄脏了，看不清楚。早知道就用身体挡了，洗衣服算什么？文件比它重要多了，好不容易得到说上话的机会，就这么被我自白浪费掉了。明天
我要出差，后天你带上资料来我公司，到时候详谈。我眼睛一亮，感谢道：谢谢副总，我后天一定准时到。回到公司，我将资料重新整理了一份，仔细检查，确保没有纰漏为：露露，你还在磕荣鼎集团呢？别磕了，我看你是在做无用功。隔壁的欢欢低声和我说道：为什么？你自己看。他抬着下巴指了指经理的办公室，磨砂玻璃上隐约露出一男一女两个身影，他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超过了正常的社交范围。你这些日子整天在外面拼死拼活的跑，人家何鹏飞早就勾搭上高枝了，到时候谁去分公司，还不是李总一句话的事。我说何鹏飞没出去跑业务呢，原来找到了其他途径。经理李珊是李总的女儿，才上任没多久，如果到时候李经理帮忙说好话，我确实没什么胜算，再好的业绩也比不上父女关系。李经理办公室的窗帘突然拉上了，大家心照不宣的互相递了个眼神。2个小时后，何鹏飞出来了，故意晃到我面前放狠话：你就等着输吧，我会让你后悔当初做的那些事。我瞟了一眼，衬衫皱巴巴的，最上面的扣子掉了，隐约能瞧见吻痕。后悔？我不会，我只后悔自己没早点认清这个渣男的真面目。用这种手段得到的职位，就算送我都觉得脏。何鹏飞不愧是8届上了关系户，业务都不需要他自己去跑，李珊直接就送到手上。我去富盛公司的时候，李珊正带着何鹏飞坐在他办公室，富盛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看样子他们比我快了一步。他就是你说的已经定好了的合作对象，陈露露也是我们公司的，这和直接把合同给我有什么区别？提成的人不一样。富盛淡淡的说。我忍住想笑的冲动，嘴角抽动的厉害。你就为了他不顾我们10几年的感情？有瓜？富盛莫名其妙的看了他一眼。什么感情？我不认为我和一个邻居能发展出什么感情。如果李小姐有，那只能说明您还真是博爱。你……李珊脸色难看，说不动富盛就开始向我发难。陈露露，这单生意你不用谈了，把它让给何鹏飞，都是一个公司的，不要那么计较。凭什么？我辛苦跑来的，说让就让。先不说一把手的位置，提成也不少啊。不好意思，经理，是我先来的。可是李珊的身份摆在那儿，得罪了也不好。我在犹豫，富盛直接道：如果不能和陈小姐签合同，这个订单我就拿给其他公司做，相信还是有公司愿意卖我这个面子的。李珊气急败坏的走了，幸好他还不至于被美色冲昏头脑，就算不要这个单子，也要给何鹏飞找回场子。原本我以为我和富盛的交集到此为止，结果没想到我在荣鼎集团楼下被他奶奶拦住了。他奶奶从相亲那个女生那里得知我是富盛的女朋友，说什么也要带我出去吃饭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直接说不知道会不会坏了富盛的事。想联系他，可我没有他的电话。奶奶，我能不能借你手机给富盛打个电话？我手机不小心格式化了，没有他的号码。富奶奶没多想，乐呵呵的把电话借我，还说让我慢打。我躲到一边，快速的和富盛说清了事情缘由。别急，我马上回来。他到的时候，饭菜刚好上桌，我们坐在饭桌旁边吃边聊。富盛极力解释，说我只是他临时拉来的挡箭牌，让他别误会。还说不是，刚刚我在楼下遇到隔壁那个小姑娘了，人家跟我告了好一通状，说你为了露露把她拒绝了。你什么性子我还不知道，向来公事公办，要是没点心思，你能拒绝李珊？
我就是公事公办才拿给陈露露的。傅盛嘴皮子都说破了，傅奶奶一句都不信，只认为他是在狡辩。行啦，你一直不找女朋友，奶奶就想着你以后老了怎么办。现在好了，就算奶奶走也能走得安心了。傅盛还想说什么，最后都堵在了心里。从饭店出来，傅奶奶拉着我进了服装店，说要给我买衣服。我拒绝，吃饭就算了，这些奢侈品衣服我可穿不起。可她不听我的，我向傅盛求助，他表示自己也拗不过老人家。在服装店，傅奶奶看上了一条限量版裙子，她要买下来，结果旁边的一个老奶奶率先抢了过去。王老太婆，这是我先拿到的，你买来有什么用？又没人穿，不如让给我。看样子两人还是熟人。谁说的？我拿给我孙媳妇穿。在我和傅盛还没来得及阻止的时候，傅奶奶就向王奶奶介绍了我，还说一定会带我去参加王奶奶周末的生日会。我怕继续待下去还会发生什么，赶紧找了个借口溜走。傅盛说我们顺路，他送我。不好意思，我奶奶年龄大了，不知情绪波动太大，我们的关系我会抽空和她说清楚的。那周末的聚会，放心，那就好。这样的聚会真不是我能去得起的地方。听说你签了荣鼎的单子，欢欢好奇地凑过来问我。我点头。你看后台没？他问。我有些疑惑，拿出手机打开公司后台。这个后台能实时查看每个业务员的成交金额。拿下荣鼎后，明明我的业绩已经远超何鹏飞一大截，但在半小时前，他的数字突然变更，比我还要多30几万。在这样短的时间内，他能有这么大的成交额，我不由得多想，到底是他真的拉到了这么多订单，还是李山直接利用高级权限改的？看来我还得抓紧时间再跑些业务。我天天在外面跑，累得要死，根本不知道办公室的动向。等我发现有人造我黄谣的时候，大家在私底下已经传遍了是何鹏飞说的。他说他看见你从豪车上下来，还说你和荣鼎的老总有特殊关系，人家才会把订单交给你。欢欢偷偷给我报信。我本不想和贱人一般见识，但越想越气不过。他凭什么随随便便就能侮辱我？我端起桌上才接的一杯热水，走到何鹏飞桌边。听说你在公司造我黄谣。我将水泼在了他脸上。何鹏飞气疯了。你干什么？自己脏了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再让我听到你造我黄谣，你就等着上法庭吧。傅盛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他奶奶知道真相后在家闹脾气，非要让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宴会，还说自己和王奶奶斗了一辈子，从来没输过，唯独在他结婚这件事上被人嘲笑。周末可能还要麻烦你，不过你放心，不会大张旗鼓的介绍你，你就当是交易吧，到时候我给你介绍客户。行，我会准时到的，有挣钱的机会，不去白不去。宴会那天，傅盛果然给我介绍了好几家公司的老总，我收了一堆名片，在他们面前混了个脸熟。傅奶奶拉着我的手说，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傅盛的女朋友，但他和我有眼缘，要让傅盛追求我，我只能干笑着应付过去，让霸总追我。傅奶奶真会开玩笑。后面傅盛又打电话叫我出去了一次，就上次那几个老板，大家都在，你过来坐坐，带上合同，这是准备把饭喂我嘴里的节奏。傅盛可真是个大好人。约的地方在一家高端酒吧，他们单独开了个包厢，没在大厅人挤人。这些人像是提前打好了招呼似的，只简单问了我几句就签了合同，好说话的就跟家里人一样。签完合同，他们又开始说其他的事。
我站在窗户边透气，没想到竟然看到了李珊。他和几个打扮得非常潮流的男人在舞池里贴身热舞，摇头晃脑的样子像是要把头甩掉，看上去有些不正常。我想，幸好今天何鹏飞没跟着他，看着心烦。结果回去在小区门口就碰到了，何鹏飞扶着他妈正往小区里走。幸好我儿子当初没要你，瞧见没？我新儿媳给我买的新房子，人家可比你大方多了，人也长得漂亮。他妈说的是李珊吗？我很想告诉他，你的新儿媳现在还不知道在和哪个男人翻云覆雨呢。何鹏飞的业绩一直追我追得很紧，每次我谈下一个单子，他就会迅速超过我。1个月时间马上就到了，我手上还有最后一单，我压在最后一天去签约，让他没时间签单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拿着合同正准备出公司，我妈打来了电话，她在家摔跤了，现在躺在地上动不了。露露，你快回去吧，这一单我帮你去签，阿姨的身体重要。欢欢说，谢了，回头请你吃饭。对了，上次你说你爸生病了，现在好些了没？我突然想起欢欢之前说他爸的病挺严重的，这些天我一直在忙，也没时间关心他。现在想起了，就顺嘴问了一句，好了，已经做手术了。我把我妈送到医院，幸好只是骨折，没有其他大问题。等在医院忙完，又把我妈送回家后，已经晚上了。我看了看手机，欢欢还没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他拨了过去，想问问合同的事怎么样了。电话提示对方已关机，是出意外了还是怎么？我问遍了所有的同事，都说欢欢今天在公司正常。我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，果然，我的预感是准的。11点50分的时候，他主动给我打了过来，说把单子转给何鹏飞了。为什么？你明知道最后一单对我有多重要，他当初进公司，我手把手教他，还替他背了不少锅。谁背叛我都能想通，唯独他不行。对不起，我爸生病需要钱。何鹏飞说，只要我给他，他能替我解决我爸的医药费，到时候也会把我一起带到分公司重用我。他在电话那头哭得很厉害，我却只觉得心凉。和何鹏飞斗了这么久，我憋着一口气要赢，到头来还是输了。我想到他和他父母对我的所作所为，没忍住哭了。傅盛打电话来，听出了我声音不对，没多久就开车赶了过来。他买了很多酒，陪我在路边借酒消愁。怕什么？大不了辞职，我开个分公司让你领导。我笑了笑。傅盛喝醉了，都开始说胡话了。第二天，我化了淡妆，精气十足的参加公司的例会。就算是输，我也绝不让那些小人看我笑话。结果毫无悬念，何鹏飞担任分公司一把手的位置。话音刚落，会议室的门从外面推开，进来2个警察同志。何鹏飞、李珊，你2人涉嫌吸食违禁品，请配合我们到公安局进行调查。会议室一片哗然。李珊和何鹏飞的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并被判处了不同程度的有期徒刑。下班的时候，在楼下碰到了何鹏飞妈妈，她神色狼狈，见到我就跑过来，跪在地上向我磕头。陈露露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何鹏飞吧，他还那么年轻，要是真的坐牢，这一辈子就毁了啊！我知道过去是我们对不起你，只要你愿意把他救出来，我不会再反对你们结婚了，我都要听笑了。这么个烂人，谁稀罕和他结婚啊？阿姨，是他自己不学好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还是去问问他需要什么，帮他准备些吧。他绝望地瘫坐在地上，发出一声惨叫。李总也一下老了10几岁，
说自己叫女无芳，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他安排我去分公司。临走那天，欢欢找到我，哭着说想跟我一起走，要弥补之前对我的亏欠不了。我已经选好人了，这样两面三刀的朋友，吃过一次亏就行了，再有第二次，那就是我缺心眼。飞机上，我扣上安全带，调整好坐姿，准备睡一觉，却突然看见个熟悉的身影在我身边坐下。副总，你也出差？是啊，顺便去看看能不能拐个女朋友回家。我笑了笑，那边人杰地灵，应该是可以的吧。